婆婆得知我弟弟要换房后，马不停蹄地把家里的存款全部花光。面对我的质问，婆婆白了我一眼：我家的钱怎么花关你这个外姓人什么事？给我花了，总比让你这个伏地魔偷走好。我没忍住坦白，这是救命钱，求婆婆还回来。可是老公却更加庆幸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既然你家里人该死，你就更不该花我家的钱去救。我心灰意冷地提出离婚。拿到离婚证之后，老公和婆婆胸有成竹地等着我回去求饶复婚。可是我有2件事情没说清楚。第一是我弟弟之所以换房，是因为我爸妈因拆迁即将获赔10套房，我和弟弟一人4套。第二是等着钱救命的不是我的家人，而是我的老公。晚饭时候，婆婆王翠凤炫耀似的晃了晃手腕，看，这个可是玻璃种的翡翠镯子，你看这透亮的跟玻璃一样一样的。我心里想着老公王启东的病情，所以只抬了一眼，敷衍地说了句好看，便没再作声。倒是王启东饶有兴致地观赏了半天。妈，这个可真衬你，你眼光真好。说着清了清嗓子，芳华，妈，这个镯子可不便宜，不能磕了碰了，以后可别让我妈擦桌子晾衣服啥的。我很想解释那些，不过是王翠凤在你面前演的。我和她单独在家的时候，她可没做过家务，可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价值不菲。妈，你退休金1个月才2000多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买这么好的镯子？王翠凤听完脸色瞬间垮了下来。怎么，我花钱还要跟你打报告？我告诉你，我花的可都是我儿子的钱，跟你1分钱关系都没有。我脸色大变，冲进卧室拿起床头的存折一看，果然里面的80万存款现在只剩下不到5000块的零头。我颤抖着双手走出卧室，尽量用温柔的语气说：妈，你喜欢镯子，我回头给你买个100万的，但是这个镯子咱们不能要，你明天跟我去退掉。这个钱不能花，有大作用。王翠凤听完眉头一皱，退掉？你是不是有毛病了？这个可是可遇不可求的，这次退掉，谁知道什么时候能买到？再说了，你哪来的钱给我买100万的镯子？还不是我儿子的钱了。你那上班1个月才多少钱？我知道跟王翠凤这个人不能吵，一吵他肯定要撒泼打滚，所以我不生气，反而还扯出一个微笑。妈，我和启东的工资是一样多的，而且你买镯子这80万也有至少1半是我的钱，我没说不给你花，但是至少你也得问我一声。王启东皱了皱眉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妈养我这么多年，现在好不容易能享福了，你就这么管她？花钱怎么了？我还可以赚回来呀，都是一家人，怎么就分得那么清楚了？你平常给你爸妈买衣服买水果的，我难道说过一个不字吗？怎么我妈买个镯子你就这么大反应？我告诉你，这个镯子就是我陪着我妈去买的，钱也是我取出来的，轮不到你在这里多嘴多舌，明白吗？我闭上眼睛，努力平息自己的怒火，好半天才开口继续说，而且我也不想瞒你们了，这个钱其实是救命钱。本以为我这话说出来，王启东和王翠凤会连连追问，可是没想到王翠凤只是翻了个白眼。你以为我不知道这钱对你来说多重要？我就是因为知道你等着这个钱要花，所以我才特意去买这个镯子的。这个镯子我能戴着好看，能更保值。我愣了一下，什么意思？你知道这个钱是有用处的，但是故意花掉的。王翠凤点了点头，对呀，再说了，我家的钱怎么花关你这个外姓人什么事？给我花了，总比让你这个伏地魔偷走好。见我不说话，王翠芬嘀嘀咕咕的，
当时我就说，这种有弟弟的绝对不能娶。你看现在出了问题了吧？看着王翠芬和王启东的嘴脸，我愣怔地站在原地。明明当时王启东和王翠芬来我家提亲商量婚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。当时的王启东对着我爸妈保证，说会对我好。王翠凤还笑眯眯地说，我们喜欢芳华不仅仅是因为芳华是个乖孩子，更主要是她是个好姐姐，你们一家人关系密切，是我们梦想中的好亲家呀。想到这里，我冷笑道，有弟弟怎么了？我弟帮了你们那么多，你们……话还没说完，王启东一拍桌子愤怒道，帮了我什么？不就是帮着促成了几单生意？不就是在我妈病了的时候帮我们找了医生？不就是……王启东根本说不下去了，因为他自己也觉得我的弟弟帮他们实在太多了，这几年出人出钱出力，实在找不出一丝错处，于是冷哼一声，不再开口。王翠凤却没这么高的道德水准，她像个泼妇一样指着我的鼻子说，怎么，你还真以为我们看得上有弟弟的？要不是找不到独生女，谁稀罕你这个伏地魔？当时本来以为装模作样的讨好你们家，就可以让你爸妈把这套房子婚前过户给启东，没想到你爸妈不肯。我当时就猜到了，你爸妈肯定也是个重男轻女的垃圾，所以这些年我们一直防着你，要不是我们这么严防死守的，能有这80万，早就全被你补贴给你弟弟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儿子早不是当年娶你的那个穷小子了。今天这个镯子只是个开始，要是你这个都受不了，我劝你趁早滚蛋。我这个时候才知道，原来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。我没忍住笑出声。你们今天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想跟我离婚？王翠凤和王启东似乎正在等着我开口问，两人对视一眼，松了口气。王翠凤开心地说，这可是你自己提出的离婚。既然你自己说离婚，我儿子可不会赖着你。其实我们也早就想跟你离婚了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赚的和启东一样多？那是之前了，现在可不一样了。启东新找了一个工作，直接实现了3级连跳，现在工资是你2倍还多。都说男人31枝花，女人30豆腐渣。说实话，你早就配不上我儿子了。我挑了挑眉，原来这一切还是我自找的了。我就不应该想办法让他升职加薪，没想到工资都还没到手，某些人就已经飘了。王启东也点了点头。我一直都觉得我结婚太早了，直到结婚后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为了你放弃了一整片的森林。现在我是一枝花，工作能力好，而且赚的也多，我觉得我足够可以娶更好的女人。就是王翠凤一脸自豪地看着王启东，我儿子这条件，娶个总裁千金也不是不行，就算娶不到总裁千金，至少能找个独生女。我嗤笑一声，是啊，这样就能让你们吃绝户了，是吗？两人就跟没听出我话里的嘲讽一般，自信地点了点头。看着两人志得意满的样子，我心里忍不住嘀咕，想法是很好的，只是可惜王启东没这个机会了。可能是我脸上的鄙夷太明显，王启东还是注意到了。他皱了皱眉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再说了，我本来升职之后也没想过跟你离婚的，都怪你自己是个伏地魔。我此刻已经完全冷静下来了，实在没忍住开口，你们一直都在说什么伏地魔伏地魔，我想问问你，我到底怎么服我弟了？我自问这些年可没给我弟一点好处和一点钱。王翠凤白了我一眼，没错，你之前的确没有给你弟弟什么好处，要不是前几天我听到你给你弟弟打电话，我也会一直觉得你算是个合格的媳妇。什么电话？我一脸不解地说。
王翠凤冷哼一声，我听得清清楚楚。你弟弟说什么要换房子？换房子为什么给你打电话？不就是找你要钱？而经过我观察，你最近一直在看存折，肯定是想着把这80万全给你弟弟买房子了。你这属于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所以我才特意把钱全拿来买镯子。毕竟给别人花还不如给自己来得好。我并没有跟两人解释我弟弟换房子的真相，而是意有所指地说：人吃五谷杂粮，难免会生病。你们这把所有存款都买了镯子，不怕万一出了事情没钱吗？王翠凤呸呸呸几声，你怎么这么乌鸦嘴？我和启东都有医保，健康得很。你以为全和你家里人一样得病？我指了指自己，我家里人得病。王翠凤点了点头，我可是亲眼看见你前几天去了医院的肿瘤科，可不就是你家里的谁要死了吗？人作孽太多才会得癌症，我可得劝你们，这种人不需要治疗，就算治好了也是个拖累。我很快明白王翠凤是误会了患癌的人是谁，可是我并没解释，反而笑了笑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得了癌症的人一般都是人品有问题，这属于报应，肯定还是不治更好。王启东叹了口气，都说升官发财死老婆，可惜呀，死的是你家里人，要是死的是你就好了。王翠凤也恶毒地点了点头。我怕两人对我做出什么，赶紧开口。我死了对你们没有帮助，这个房子虽然我们住着，但是还是我爸妈的名字，就算我死了也不可能给你们的。王翠凤和王启东一脸遗憾地看了看房子，算了，反正我以后也能买得起。我此刻已经了解了两人的为人，当然不会过多纠缠，既然都闹开了，那明天就去离婚吧，不然再等下去，我怕王启东和王翠凤死都不肯离婚。王启东点了点头，好好好，你可别说话不算话。王翠凤捂住自己的镯子，我告诉你，离婚是你自己提出来的，你可别想分我的镯子，我是你的婆婆，你给我买镯子也属于正常的。你要是分我的镯子，我跟你拼命。我敷衍的两声，好，不要了，就当是给王启东的棺材本了。因为没什么财产可分割，所以离婚手续办得非常的快。等我拿着离婚证回家的时候，发现家里乱糟糟的。王翠凤正在指挥搬家工人，这店是很贵的，你们小心点啊。看这样子是王翠凤趁着我和王启东离婚的时间，直接叫来了搬家公司。见我回来了，王翠凤看了看时间，似乎在抱怨我怎么回来的这么早。不过她没有停下动作，而是笑着说：这些东西很多都是我和启东买的，离婚了我们肯定要拿走啊。不过我这可是为了你好，你这种人肯定是嫁不出去的。我现在把这个东西拿走，也省得你全拿去给你弟弟，给你家人，到时候你无路可走，好好求我们，我们也可能让你回来当个保姆啥的。王启东则是目标明确地去了阳台，将花盆砸碎，拿出了里面的私房钱，一脸防备地看着我说：离婚证已经拿了，这钱就是我的，你别想着要，我并不在意这些东西，而是靠在门框上。王翠芬，那80万你是真的买了镯子，还是说你偷偷藏起来了？王翠芬白了我一眼，当然是真的呀，我为什么要骗你呀？这镯子很保值的，现在买80万，过几年估计800万，可比买房子车子好100倍。再说了，我都研究过了的，如果我们拿去买房子车子或者存起来，你都可以报警的，到时候钱还得分给你。只有这种首饰什么的，一般不参与离婚财产分割。你以为我是傻子啊？你以为我都没了解清楚就会跟你摊牌呀？我笑了笑。
那就好，那就好，知道你们没钱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可能是我脸上的表情没有太羡慕，王翠凤不太满意。何况我儿子现在工资那么高，要买房子车子不是随随便便的。我一拍大腿，你不说我都忘记了，还有王启东工作的事情呢。王启东拿着几千块钱的私房钱，疑惑地看着我。我工作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才刚入职，还没拿到工资，根本不需要跟你分的。王翠凤啧了一声：“启东，你理他干什么？现在证都拿了，一切已成定局。就算你现在有几个亿，也跟他没关系。”我没有理会两人，而是直接拿出了手机，当着两人的面拨通了一个电话。三叔，上次我让你帮忙给我老公安排工作，现在我后悔了。他因为自己升职，就看不上我，跟我离婚了。反正他能力也一般般，你直接把他开除吧。王翠凤和王启东两人的脸色出奇的一致，都是疑惑中带着震惊。我笑着解释：“你们不知道吗？是我给王启东介绍的工作，既然都离婚了，我想着你们肯定也不会占我便宜，所以就帮忙打电话，让你好有机会自力更生。”王启东笑了笑：“神经病，你该不会是因为和我离婚就犯病了吧？还三叔，你咋不说三舅呢？”王翠凤也跟着笑：“哈哈哈哈，那你赶紧让你那个三叔打电话来开除启东啊，我们可等着呢。”两人笑得前俯后仰，可是两人的笑声很快被手机铃声打断。我做了个请的姿势：“赶紧接呀，这开除的通知不就来了吗？”王启东半信半疑地接起了电话，对面说了什么，我和王翠凤听不到。可是王启东在听完之后，连手机都握不住，踉踉跄跄地跌坐在了地上。“怎么可能？你家里怎么可能有这么有钱的亲戚？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早说什么？”王启东气得浑身发抖。“你要是早说这个事情，我怎么可能给我妈买镯子？我怎么可能跟你离婚？”我玩味地看着王启东：“你是说工作吗？本意是想给你个惊喜，没想到是惊吓。”我笑了笑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哎呀，你妈妈忙碌半生，买个镯子怎么了？你这当儿子的别这么在意钱啊！再说了，和我离婚不是你梦寐以求的事情吗？我哪里配得上你呢？你这个能力，在我三叔的公司很明显屈才了，就应该去其他公司当个总经理啥的才适合呀。”王翠凤此刻直接吓得说不出话来，好半天才支支吾吾的：“怎么会这样？启东你怎么没打听清楚啊？”王启东努力地平息了自己的怒气，强撑着笑笑：“呵呵，我不过是丢个工作而已，就我这样的，去哪里都可以找到工作。可是你家里却要死人了，你现在没有钱，你弟弟又要换房，肯定得你卖了房子去给你家里人看病，你可比我惨多了。与其来笑话我，不如多想想你自己吧。”看着王启东这恼羞成怒的样子，我更乐了。谁说我家里人得病了？我爸妈和我弟弟乃至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身体健康，什么毛病都没有。王启东和王翠凤听到这句，不免愣了一下。我等了半天也没等到两人开口，只好叹了口气，从包里拿出一张诊断结果。就算你们不问，我也得告诉你们一声，真正得病的、要死的人是你，王启东。王翠凤双手颤抖地接过检查结果，只看了一眼就疯叫着说：“不可能，假的，这肯定是假的！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要死的肯定是你家里人，不是我的启东。”我明明看到。我摇了摇头，打断了王翠凤的话：“你说的没错，我的确跟我爸妈还有弟弟去了医院的肿瘤科，但是不是为了看病，而是为了找医生咨询病情，因为我想知道王启东的肺癌还能够活多久，
具体要怎么样治疗。而我之所以一直关注存款，也是因为医生说有一种新的方案可以试一试，但是费用很高，不过80万总归还是能先治疗着的。我本来想这几天就跟你们说清楚，然后带着王启东去医院治疗，可是你们没给我这个机会啊！你们一边担心我把钱给我弟买房，一边担心我拿钱和房子给我爸妈看病。说着，我又指了指王翠凤的手镯。不过你们也不需要太担心，你不是说这个镯子能卖几百万吗？应该随随便便可以救下王启东的。当然，按照你们俩的意思，患癌的人是上天惩罚呢，所以不治疗才是正确选择。王启东也看了检查结果，毕竟事关自己的生命，所以王启东几乎都要崩溃了。我不信，你肯定是故意骗我的，这不是我的检查结果，怎么可能得癌症了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？我不信。我翻了个白眼，自己打电话问一下医生不就知道了？我总不能买通整个医院来跟你说谎吧？这句话提醒了王启东，他跟个狗一样跪在地上。我手机呢？我手机呢？我伸出脚指了一下，王启东赶紧把刚刚掉在沙发下的手机拿了出来，想打电话来确认一下自己的病情，可是双手抖得厉害，号码按了半天才打通电话。王翠凤有心帮忙，可是她的手抖得比王启东还厉害，毕竟王启东就是她的命，要是王启东真的有事，自己又花掉了王启东的救命钱，她估计要发疯。一番折腾后，王启东终于从医生口中确定了真相。在确定自己真的患癌之后，王启东疯了一样的朝我扑了过来。我早有准备，闪身躲开。几个搬家工人也都看了过来，出声劝阻。王启东欺软怕硬，不敢再动手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你故意隐瞒了我的病情，然后放这些烟雾弹的消息，让我把钱全给我妈买了镯子。你就是想要我死，对不对？肯定是这样的。你凭什么隐瞒我的病情？你这是杀人罪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报警，我要让你判死刑。”我翻了个白眼，去呗，我做的一切合情合理，医生都可以为我作证，家里的监控也清清楚楚地拍下了你和你妈的嘴脸，花掉你救命钱的是你的妈妈，而这个事情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我。但凡你们稍微有点良知，能够关心一下我为什么去医院，为什么去肿瘤科，一切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。但是现在别想着道德绑架我，要死你也给我死远一点！王翠凤猛地朝我跪下了。芳华，你不能这样啊！你和启东结婚也好几年了，你们是夫妻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启东去死？而且我们也是开玩笑的，我们是怕你顾及我们，所以不敢卖房子给你弟弟和父母，才特意跟你离婚，是为了减轻你的负担，是不想你为了我们为难啊！你救救启东吧！王启东也痛哭流涕地跪在我的脚下。对呀，都是误会，我是爱你的呀，老婆。你现在说出来，肯定也是希望我可以好好活下去的，对不对？你要是不想我活下去，你肯定会一直隐瞒病情的，对不对？你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去求你爸妈，让你爸妈把你这套房子卖掉，给我来治病吧。我病好了之后，肯定会感谢你爸妈，会把你爸妈当成我的亲生爸妈来对待的。求求你了，我不想死，我真的不想死。王启东越说哭得越厉害，腰也更低。我不为所动，反而笑了笑。别忘记你们当时以为我爸妈患癌时候的嘴脸，但是你们其实说的没错，你患癌就是报应，你想着吃绝户，想着我去死，想着要我爸妈的房子，难怪上天要惩罚你。我要是再救你，岂不是跟上天作对？
王启东狠狠地扇自己的耳光，我只是不耐烦地转身，别在我面前跪着了，还是赶紧去医院确定病情，然后把你妈的镯子卖掉，兴许还有救呢。两人听完我这话，见我的确没打算伸出援助之手，才哭哭啼啼地离开。没过几天，我就接到了来自医院的电话，医生在那边急得不行：徐女士，你快来医院吧，王先生现在更疯了一样，在医院闹事，你快来管管他吧。电话背景音很嘈杂，但是还是能断断续续地听到王启东和王翠凤的声音。我不管，我身体本来健健康康，来你们医院检查就有病了，你们得给我负责。你们肯定是故意伙同我的儿媳妇，想要害死我儿子。你们凭什么不把结果直接给我儿子？什么狗屁规定，什么狗屁人文关怀，我不信，你们就是杀人凶手。你们必须给我免费治疗，不然我就现在立刻死在这里。我冷笑一声：医生，我和他已经离婚了，我不会去，也请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，谢谢。不知道后面在医院闹的结果怎么样，我只知道没过几天我陪着我弟看房子的时候，王启东和王翠凤不知道从哪里得知我的行踪的，两人竟然直接闹到了售楼处。我还没开口，王启东就直接对着我弟跪下了：文华，你别买房了，你救救我，我真的会死的。我弟早就知道了事情经过，甩开了王启东的手，冷笑说：买房？谁说我要买房了？我是要换房子。见王启东和王翠凤一脸疑惑，我弟笑得更厉害了：我姐没告诉你吗？我爸妈老房子拆迁，赔了10套房，我和我姐各5套。我是想着拿其中2套小户型来换个大户型的。王启东好半天才消化掉我弟说的是什么意思，嗫嗫开口：5套房？我本来可以有5套房。你的意思是说我本来有5套房？我弟不耐烦地打断了王启东复读机般的发言：什么叫你有5套房？是我姐有5套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都和我姐离婚了。王启东和王翠凤本来就心力交瘁，听到这个消息更是雪上加霜。王启东猛地站起身，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叫着：你就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不等我开口，他冲着售楼处其他的人大声说：大家看看呐，世界上会有这样的老婆吗？就因为知道我患癌，自己又要拆迁，就故意这样做。他先是隐瞒了我的检查结果，不告诉我患癌的事情，然后又逼着我净身出户。我现在只能住在出租屋，身无分文，重病缠身，只能等死。他却在这里陪着弟弟看大平层。王翠凤会意，赶紧坐在地上开始嚎哭。围观群众越来越多，一个个七嘴八舌的议论。虽然说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但是你这也太过分了。对呀，你自己那么多钱，那么多套房子，给你前夫1套救命怎么了？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何必这么赶尽杀绝呢？你这样对你老公，不怕遭报应吗？经理呢？赶紧把这个人赶走啊！我可不想跟这样的人做邻居，太丢人，太拉低咱们小区的素质分了。我建议你可以去告他，来寻求法律的保护。王翠凤见大家都是帮着王启东的，赶紧抹了抹眼泪：芳华，启东的病是可以治好的，你就当这些钱是我们借你的，等启东治好了病，我们肯定会还给你的。王启东也连连点头：对呀，芳华，我们复婚吧，我肯定会抗癌成功，我以后也会更加爱你的。面对周围人的指责和两人颠倒黑白的话，我并不着急。毕竟这个情况在我脑海也算是演练过许多次了，所以我不慌不忙地对着众人解释，大家不要被这对母子骗了。本来我是要好好治疗他的，
可是不知怎么的，两人误会得病的我家里人，故意把钱全部花完了。说着，我指着王翠凤的手镯，这个镯子花了80万呢。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怕我把钱给家里人。现在之所以回头，也不过是因为知道我爸妈拆迁了，故意来道德绑架的。我顿了顿，与其在这里跟我道德绑架，不如早点去把镯子卖掉来治病。眼前王启东和王翠凤又想辩解，我赶紧拿出手机放出监控给大家看。大家看完很快变了脸，一个个叫嚷着活该，呸，渣男，呵呵，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真好意思，真把我们当枪使了。王启东把围观群众赶走，死死地盯着我，许芳华，你未免太过分了，我只是想活下去而已，就算我有错，那我也已经道歉了，难道你就不能原谅我，不能跟我重头开始吗？眼见王启东要动手，我弟把我护在身后。王启东，这些年你跟我姐结婚，住的是我姐的房子，吃的是我姐做的饭，没想到只因为自己升职就飘了，现在没了工作，自己要死了，就又想来找我姐。你把我姐姐当什么？把我们许家当什么？王启东和王翠凤一脸懊恼。可是我弟还嫌不够，实话告诉你，我姐当时说不管多大代价都要把你救回来。我当时还想着大不了10套房子我只拿2套，只要我姐开心怎么都行。没想到，呵呵，白眼狼，真该死。王启东被我弟对的说不出话，王翠凤却眼睛一亮，等等，房子是你们结婚期间就开始走拆迁流程的，所以你的5套房子也有我儿子的一半，你必须给我儿子3套房子，不然我们就等着法院见。我很想解释，这个房子拆的是我爸妈的，不是我的。可是王启东一听到就激动了，对，你嫁给了我，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，我理所应当有一半。但是我心地善良，我只要2套，你给我2套，我就不闹你了，不然的话，我就破坏你的名声，让你以后再也嫁不出去。到时候你有钱有房又怎么样？还不是孤家寡人一个。我弟翻了个白眼，毛病，我姐有我爸妈，怎么就孤家寡人了？你想告就只管去，我才不信法律能站在你那边。我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去吧，开庭至少要半年，也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活半年呢。王启东的眼睛都红了，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后悔的。我却笑笑继续说：哎，谁叫你有孝心呢？要不是你非要给你妈妈买什么镯子，也不会有这个事情。哎呀，我现在在想，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妈妈知道其实患癌的是你，故意把钱给自己买镯子，这样你死了她还能有点存款呢。有了我这句话，王启东似乎反应过来，造成目前局势的罪魁祸首是王翠凤。他转过身，直接给了王翠凤一耳光。你克死了我爸还不够，现在又想要克死我，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偷听个电话，跟踪个人你都做不好，连谁有癌症你都没搞清楚，就在那闹着离婚。现在好了，我要死了，你满意了吗？王翠凤这些年养尊处优的，加上自己在王启东身上付出了那么多，所以被这一巴掌直接打懵了。她也不是吃素的，疯了一样的打王启东，嘴巴里面更是不依不饶的。我是你妈，你打我，你大逆不道，凭什么怪我？也是你自己说什么升职了要离婚，说就算离不成，也可以威胁让许家把房子过户给你。明明是你自己非说买玉镯的，现在又来怪我。你怎么跟你那死鬼老爹一样不讲理？两人有来有往的，你骂我，我骂你的，互相揭对方的老底。王翠凤的体力很明显高于王启东，很快就把王启
东奇在身下拼命地挠着，王启东的脸被挠花了，也顾不得许多，两个人直接抱成一团打了起来。很快就听到清脆的一声，那价值几十万的玉镯摔了个稀碎，两人的脸瞬间黑了，连我都愣住了。这下王启东唯一的活路也没了。王启东和王翠凤毕竟是母子，所以很快和好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王启东和王翠凤一直纠缠我。王启东不知道我住在哪里，就选择来我的单位求我。这段时间经历了这么大的变动，加上疾病的关系，王启东简直瘦得不成人样。他干枯的手臂死死地拉着我的裤脚，根本不给我开口的机会，跟个机关枪一样说个不停。芳华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你救救我吧，我不能死，我还要照顾你一辈子啊！我们复婚好吗？我们之前感情也很好的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妈妈，是她在中间煽风点火的。我其实是爱你的，反正你那么多房子，你随随便便把我救了，我会用余生来让你知道自己没有救错人了的。而王启东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王翠凤就在一旁死命地扇自己的耳光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呀！芳华，你就救启东好吗？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你不可能真的就不爱启东了。你要是现在不救启东，你以后肯定会后悔的。这样的闹剧我几乎隔几天就会经历一次，我不堪其扰，加上现在也足够有钱，直接辞了工作，带着爸妈和弟弟弟媳出国去散心了。为了能让王启东活命，两人继续在网上颠倒黑白，想要引导大家网暴我，又开了水滴筹，想要获得捐款。可是我也不是什么好惹的，直接把所有的证据都放到了网上，让大家自己来看。所以水滴筹了1个月，只筹到了几千块钱，最后还因为人品太差被大家追回了。就这样，等我旅游回来的时候，王启东已经没办法起床来找我，在后悔和痛苦中死去。其实正常来说是不会这么快的，可是他实在是太后悔，太难过，而且没有钱治疗，所以加重了病情。在王启东死后，王翠芬抱着骨灰盒疯疯癫癫地离开了，也不知道去了哪里，有听说是回老家了，也有听说是跳河了，不过也有听说她很快康复，再次结婚，组建了新的家庭。不过这个和我关系不大，我忙着出租房子，收租来养活自己。至于男人，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奶奶70岁生日宴这天，大荧幕上出现了爷爷和别的女人的合影，一众宾客哄堂大笑，笑骂爷爷老当益壮。原以为奶奶会觉得面上过不去，但是奶奶脸上带着微笑，夺过了司仪的话筒。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的先生傅怀生，以及和他相恋50年的爱人阮春景女士。爷爷听后，面上浮现起了一抹愤怒。坐在后桌的阮春景面色也不太好。宴会厅内的音乐骤然变成了婚礼进行曲，荧幕大屏上也不断重复着爷爷和阮春景的合照。我爸见到这一幕，脸都气红了。爷爷风光了一辈子，赚尽了荣誉，今日来的还有很多爷爷的门生和生意伙伴。奶奶仍然在台上，面上带着温和的笑容，仿佛这一场闹剧和她没有任何关系。记忆中的奶奶好像一直都是这样，就算是遇到再大的事情，在她面前好像都没有任何的威胁。自20岁嫁给傅怀生先生后，我好像从未有过自由。正所谓70古稀，从心所欲。今日是我70岁的生日，也是我重获新生的第1日。奶奶说完这话后，对着台下的宾客微微鞠了一躬。20岁结婚，嫁给傅怀生先生，婚后1年生了儿子傅思言。
同一年，傅怀生先生开始做生意，我也正式丢掉了我的生活，做了全职太太。也是同一年，傅怀生先生结识了阮春景女士，50年的婚姻生活恍若一场梦。正所谓家丑不可外扬，但是如今这个面子，我不想给傅怀生了。奶奶说完后，全场一阵寂静，好似所有人都沉浸在奶奶刚才温煦的话语中。奶奶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呢？大概是1个月前，奶奶好像一夜之间老了许多，两鬓间也多出了几丝白发。我问奶奶发生了什么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但她只是默默地摇了摇头，一言不发地走进了卧室。当天夜晚，我接到了爷爷的电话：“青青啊，给你奶奶说一声，我今晚就不回家吃饭了。往日爷爷不回家吃饭，奶奶一定会为爷爷留上属于他的饭菜，放在保温盒里，等着爷爷回家，只为了爷爷回家后能吃上第一口热饭。”但是那日，奶奶听后，只是一言不发地倒掉了剩余的饭菜。随后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看着日落。我从未见到过奶奶有如此神情，那面上似是想哭，但是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。那晚爷爷回来的时候，奶奶已经早早睡下，见到桌上没有她的饭菜，还惊讶了一下，但也没有说什么，澡也不洗，直接回屋睡觉了。如今一想，原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奶奶就已经发现了爷爷和阮春景的事情，所以那时候才会倒掉爷爷的饭菜。我看着台上的奶奶，心里泛起一层酸楚。奶奶就连反击也是那样温和，就好像所有的伤害到她身上都不痛不痒一般，甚至她还不愿告诉别人，就连我，她都不想告诉。她好像向来如此，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人扛。在我6岁那年，奶奶生病发了烧，爸妈不在，爷爷也不在。我发现奶奶的时候，她已经晕倒在了地上，厨房里还有她给爷爷炖的鸡汤。那段时间正好碰上了爷爷公司遇到了瓶颈，熬垮了身体，整日不回家，一直耗在公司。我哭着跑出门，敲打邻居的房门。医院病房内，护士姐姐问我家大人在不在。我明明已经背熟了爸妈和爷爷的电话，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接听。我联系不到爸妈，我也联系不到爷爷，我很无助，我只能哭着摇头，求他们能不能先给奶奶治疗。见到爷爷的时候，我几乎是哭着跑过去的：“爷爷，奶奶晕倒了。”记忆中的爷爷不耐烦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匆匆签字交钱后，小声说了一句：“早不生病，晚不生病，偏偏这个时候生病，家里厨房都差点炸了，我还要浪费时间来医院签字，怎么不直接死了算了？”那是我第一次从爷爷口中听到“死”这个字，也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对生死有了模糊的认知。在等待奶奶醒来的过程中，我讨厌起了医院。我讨厌医院的白色，也讨厌医院的消毒水味，但唯独我不讨厌点滴，因为我知道那是在救奶奶的命。奶奶醒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趴在她的床边睡着了，液体早就输送完，鲜红的血液倒流了很长一段。我以为奶奶不行了，我很没用，又哭了起来。但是奶奶只是淡淡的笑了笑，奋力地抬起另一只手摸了摸我的头：“青青乖呀，别怕，不是什么大事。”奶奶的声音有气无力的，虚弱的紧：“青青，你看见床头的那个呼叫铃了吗？”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狠狠地点了点头：“你按住那个铃声，说有人需要帮助。”护士姐姐来的时候，眼神中出现着震惊，语气中带着责怪：“小妹妹，你的爸爸妈妈呢？怎么就让你一个小孩子来了？”我抿了抿嘴，不敢告诉奶奶，不敢告诉她，爷爷其实来过，但是又走了，也不敢告诉她，爸爸妈妈的电话打通了。
但只是说了一个忙字。小孩子的情绪藏得并不好，奶奶发现了我的失落，还轻声安慰我，有青青陪着我就可以了，够了。最先开口的不是爷爷，而是我爸。我爸看着台上的奶奶，急得面红耳赤，身体都在微微颤抖。家丑不可外扬，妈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看着我爸的样子，不知为何，嘴角溢出了一抹冷笑。作为女儿，我设身处地想了想，要是我爸背叛了我妈50年，我是否还会像如今的他一样，站在我妈面前，急赤白脸地怒斥我妈家丑不可外扬？那是我妈呀，生我养我几十年的生身母亲。而今，我看着我爸，我似乎从未认识过他父亲的形象。这一刻，在我心中不再伟岸。人的长大，真的就在一瞬间。奶奶不急不慢地放下了话筒，嘴角边依旧扬起了淡淡的微笑，正如当年在病床上一样。看向我的时候，还给了我一个安慰的眼神。作为孙女，我再也忍不住，正想站起身走向奶奶的时候，阮春景却站了起来。阮春景要年轻一些，比奶奶要小3岁，因为没有生过孩子，67岁了，身段仍在。奶奶和他一比，蓦然多了几分苍茫。阮春景一动，爷爷也忍不住了，看向阮春景的时候，眼神中透露着心虚，而看向奶奶的时候，却显出了责备。阮春景当着奶奶的面，挽上了爷爷的胳膊，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宴会厅。爸妈面上也挂不住，跟在后面一起走了。我心里很想哭，但我已经不再是6岁，如今的我已经24了。6岁的我并不能为奶奶撑起一片天，但是24的我却可以。我站上高台，拿起话筒，沉着嗓子叫住了朝夕相处24年的家人。爷爷，爷爷听见我的声音后，身形有一瞬的停顿。我没有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，继续说着：爷爷，奶奶的离婚协议我已经放你书桌上了，祝福您和阮婆婆长长久久。等到爷爷和爸妈离开后，我这才将话筒递给了司仪。宴会厅的众人面色五花八门，但是奶奶只是当作这场闹剧不复存在似的，一点也不介意，拉着我一起坐在主桌上，慢条斯理地吃起饭来。见到奶奶如此，我心里泛起了一抹酸楚。奶奶究竟经历了什么，才会像是无事人一样？奶奶，离婚协议我会帮你好的，财产分割的问题你放心。奶奶抬了抬眸子，有青青在我放心。送完宾客后，我给奶奶推上了一个大蛋糕。原本这是准备的5人份，但是如今却只有我和奶奶2个人。奶奶，许个愿吧。奶奶看着蛋糕上的蜡烛，语气中似乎带着一丝惋惜。都70岁了呀。奶奶闭上眼，许上一个心愿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但是我却亲耳听见。奶奶说的分明是唯愿轻轻一声，平安喜乐。我再也忍不住，肩膀剧烈地耸动起来。奶奶这一生明明都这么苦了，到头来却还要为我着想。奶奶摸了摸我的头，青青，你想去旅游吗？奶奶这一生都被困在囚笼里，年轻时忙着操持家务，老了还要带我这个孙女。后来我长大了，让奶奶出去玩一玩，她却说自己老了，走不动了。但是如今却破天荒地问了我这么一句，我急忙点点头，想去的。那一日，我带奶奶去逛了街，买了奶奶之前从未穿过的新款衣料，大包小包的拎着回了家。原本以为家里不会有人在，但是一推门，爷爷和爸妈正坐在客厅内，神情一脸严肃。在奶奶刚进门的时候，一个喝完的水瓶子就朝着奶奶的脑门扔了过来。我抬起手给奶奶挡掉，奶奶只是抬头看了一眼爷爷，什么话都没有说，自己换好了拖鞋。
你还有脸回来？这还算是个家吗？”爷爷气急败坏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客厅。奶奶没有说话，我也不想理会他们，拎起脚边的购物袋，收拢整齐，东西没有拿出来，毕竟也是要拿走的。爸爸沉着嗓子看向奶奶的时候，眼神中也透着埋怨：“妈，你怎么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不给阮姨面子？”我妈在一旁脸色也不好，想来也是，今日去参加生日宴的，大部分都掺杂着生意往来，今日的这一出戏肯定会对爸妈的生意造成影响。妈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我爸见奶奶没有理他，更是气急了，站起身直接拦住了奶奶。奶奶抬眸看了一眼我爸，思言：“我累了。”可能是奶奶的语气太过悲凉，我爸一时间甚至有些愣神。奶奶缓缓走向客厅，拿出了下午打印完、签好字的离婚协议，放在爷爷面前。爷爷好面子了一辈子，在见到离婚协议的时候，看也不带看，直接撕碎了，撒了满客厅。我预判到了爷爷的反应，从包里拿出了另一份一模一样的离婚协议。这还是我下午拜托朋友，按照婚内出轨的最高判定你的协议。爷爷，签字吧。就算你撕了这一份，我包里还有很多，只是卫生你得自己打扫了。付青青，爷爷其实从小不太喜欢我，因为我不是男孩，所以我对他也算不上亲厚。碍于长辈的面子，他不好对我发作，反而把矛头对准了我妈。这就是你教养出来的好女儿，没用的东西，不会下蛋的母鸡。我看着我妈，心里甚至还期待着她会说些什么，但显然没有。她面对爷爷的责骂，只是用恶狠狠的眼神威胁着我，好像从小到大都是这样。在这个以爷爷为尊的家里，我妈好像一直都是顺从的那一方。一开始我也想不明白，但渐渐的我就释怀了。改变一个人是很难的，与其企图让别人改变，那不如一开始就不要抱什么期待。奶奶回到房间，一言不发地整理着自己的东西。这房子奶奶住了大半辈子，到头来也不过是收拾了几身衣物，属于她的东西寥寥无几。裴清丽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今天出了这个家，你就别回来。离婚是吧？老子满足你，但是财产你别想分走一分。我看着爷爷和爸妈，我好像又重新认识了他们一遍。我问着妈妈：“妈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”她没有说话，但是她的沉默告诉了我一切。从前我一直觉得沉默就是答案是不对的，但是如今我却真的懂了，原来沉默不说话是真的就默认了。我的东西也不多，一起收拾了几身衣物后，也跟着奶奶走了。屋子里其他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回忆，但是最珍贵的也莫过于和奶奶在一起的记忆。搬出去后的几天里，奶奶好像是松了一口气，人也看着年轻起来。见她如此，我也高兴。一直到阮春景找上我，她没有去找奶奶，反而是找上了我，这一点倒是让我很惊讶。青青啊，过来坐。我到的时候，阮春景已经坐在了酒店楼下，正精致地喝着下午茶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，更何况这人和爷爷还一起隐瞒了我奶奶50年，这口气我替我奶奶咽不下。阮春景勾唇笑了笑，看向我的时候态度也是极好，挑不出一点错处。青青，你劝劝你奶奶吧。我双手抱着胸，并没有回答阮春景的话，我就想听听这人究竟能无耻到什么程度。我们都一把岁数了，虽说叫你一个小辈出面不太好，但我向来知道你和你奶奶的关系是最好的。我和你爷爷的事情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一开始我只是欣赏你爷爷，
但我从来没有想过破坏你们的家庭。这样吧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。从阮春景的话中，我知道了，其实阮春景和爷爷认识的比奶奶更早，只不过因为阮春景年纪太小，而且家里比爷爷富裕，所以阮春景的父亲不同意。就这样，爷爷娶了相亲认识的奶奶。可是爷爷结婚的那年，阮春景家里就出了事，父亲锒铛入狱。阮春景从那时候起就变得无依无靠，想来找爷爷的时候，却发现爷爷已经结婚。阮春景说这话的时候，还特意强调了，他从来没有想过破坏爷爷和奶奶的婚姻。旧社会的时候本就实行一夫多妻，所以阮景春对爷爷提出了甘愿做小的事情。爷爷好面子，自然是不肯的。但是见到落魄的阮春景，还是起了恻隐之心。我也是这个时候才知道，为什么从小到大，爷爷一直都有不回来吃晚饭的习惯。我一直以为是爷爷忙，却没想到，爷爷每一次不在家吃饭的时候，都是和阮春景在一起。你说这么多，是想做什么呢？是觉得我会同情你，同时感慨一下你和爷爷的情比金坚，还是觉得又当又立的人生对你来说是一种荣耀？阮春景在听过我的话后，没有发怒，反而是淡然一笑：“青青啊，年轻人别那么暴躁。我告诉你，也只是阐述一个事实。”我被气笑了，果然还是老年人玩得花。现在的年轻人的思想还是不够开放，渣男渣女玩的都是老一辈玩剩下的。事实就是你甘愿做30-50年，无名无分，陪着一个老头虚度了青春，到头来连一个名分都没有，说出去也不嫌丢人吗？阮春景抿了一口茶水，微微拢了拢头发。我能看得出，这阮春景也是被戳到了痛处，但是面上还是得装。我这不是得到了你爷爷的爱吗？有情饮水饱，无情食饭饥。我又笑了，不知道是在笑阮春景的恋爱脑，还是笑阮春景的可悲。恋爱脑就算是老了，也是老恋爱脑。你觉得爷爷真的爱你吗？我看着阮春景，问了这么一句。或者说，阮春景真的不是看上了我爷爷的钱吗？如果爷爷真的爱你，那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敢给奶奶摊牌？如果爷爷真的爱你，他会不和奶奶离婚而娶你？阮婆婆，醒醒吧！蠢了一辈子，活到现在还没有明白吗？我看见阮春景保养精致的脸上出现了几丝皱纹，不过我没准备放过他，继续揪着他最痛的点攻击他。你口中所谓的爱，就是爷爷长达50年来和你的地下恋情，而你就像一个见不得光的阴沟老鼠，只能躲在暗处看见我们一家子的幸福合照。你不是不要名分，而是爷爷不可能给你名分。作为孙女，我也算是了解爷爷的德行，他这人生性自私，最爱的就是他自己。可能男人都是这样，既要又要，一边享受着糟糠妻的温存，一边又想要外面花蝴蝶的刺激。我看着阮春景摇摇头，说话点到为止，剩下没有说的话就让他自己悟吧。不过临走前，我还是留下了一句话：一个糟老头子，你要是想要，我奶奶现在可以扔给你，但至于你能不能得到，这就得看你的本事了。爷爷一直没有签离婚协议，不就是因为奶奶要分走他很多钱？他作为婚姻的过错方，让他净身出户是应该的，但他不能忍受没有钱的生活，这也是他为什么迟迟不签字。而阮春景此时找上门来，正好可以作为其中一把刀，而另一把刀此时正在路上了。和阮春景那儿走后，我转头掏出了手机，之前让你搜集的我爸资料，现在可以送过去了。爷爷的公司利益和我爸的利益是挂钩的，所以我爸如果出了事，
按照我爷爷的性格，是会立马断舍离的。毕竟他向来就是一个自私的性子。我回到酒店房间后，奶奶正坐在沙发上，手里划拉着手机，屏幕里正播放着最新梗的短视频。青青啊，这个臭贝贝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你们年轻人现在说的宝宝的意思吗？心里的阴郁在听见奶奶这话的时候瞬间消散。我笑出了声，差不多就是一种亲昵的称呼。奶奶的眉头微微皱了皱，眼神中露出了不解。可能她也在想，好端端的宝宝，怎么就要加一个臭字？夜晚时分，我的手机传来疯狂的震动，不用看也知道是爸妈他们打的。我刚接起电话的时候，我妈的怒骂就铺天盖地的来了。傅青青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非得搞得家里鸡犬不宁，你才开心是不是？你真是和你奶奶待久了，变得无法无天。我听着我妈的话，陷入了沉思。正常情况来说，她在收到资料的时候，应该是愤怒的，毕竟那资料上有着我爸私生女的资料。但是现在，我妈非但没有指责我爸，反而把矛头指向了我。妈，这件事情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妈沉默了片刻，选择了避而不谈这件事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听着我妈的话，我也不再对他们抱有任何的期待，让爷爷在离婚协议上签字。现在爷爷净身出户，分走的只是爷爷的钱，公司不会受到影响，你们也不会。但只要我把这些事情捅出去，那到时候公司的股票可就危险了。傅家现在到我才是第3代，因为发展势头很猛，生意场上原本就树敌无数。我妈那边深吸了一口气，好，我走出房间，看了看奶奶，决定还是告诉奶奶这件事。奶奶，你想和爷爷离婚吗？奶奶原本还在刷着短视频，但是听见我的话，就放下了手机。青青啊，我对你爷爷已经没什么好留恋的了，我现在只想一个人自由洒脱。我抿了抿唇，好，交给我。爸妈出手的速度很快，也就2天的时间，爷爷就主动联系了奶奶。奶奶在接到爷爷电话的时候很高兴，去民政局离婚的那天，还特意穿了一件红色旗袍，整个人显得格外精神。爷爷在见到奶奶的时候，眼中透露出了一抹惊艳，而反观爷爷却显得有些胡子拉碴。往日爷爷的衣食住行都由奶奶照料，家里从来没有找过保姆。但是如今奶奶走了，爷爷面上虽然不说，但我也见到了他有些狼狈，就连外套都有些不平整。爷爷在见到奶奶的时候，面上冷哼了一句，连带着正眼都没有瞧奶奶。奶奶对此也没有做什么，只不过是白了一眼爷爷罢了。爷爷有些震惊，因为记忆中的奶奶是从来不会对爷爷这样的。从民政局出来后，还有一个离婚冷静期。阮春景早就等在了民政局外，就等着爷爷从里面出来。我坐在跑车上，对奶奶招了招手。上车的时候，奶奶戴上了墨镜，脸上一阵春风得意，侧头对我笑了笑。青青，有你真好。我傲娇地扬了扬头，心里想的却是有奶奶真好。30天的离婚冷静期说快，其实也快。这段日子，爷爷碍于面子，已经把钱全都转给了奶奶。毕竟有爸妈在，而且我还和他们做了交易，只要钱一到账，我就立刻销毁手里所有的证据。这些对我来说不痛不痒，留着也没什么用。我对爸妈，对那个家，已经没有什么留恋的了。我和奶奶一起卖掉了生活了多年的家。爷爷被赶出来的时候，脸上还莫名其妙，甚至觉得奶奶只是在开玩笑，根本不可能卖掉房子。但是显然，爷爷还是低估了清醒过来的女人。女人狠起来，就没男人什么事了。阮春景见到爷爷的时候，也有些惊讶。
原本他已经收拾好了东西，等到爷爷和他领了结婚证就搬进去的。但是没想到，爷爷却是先被赶出来的那个。保洁公司问我房子里还有没有需要留的东西，奶奶率先一步答话：没有了，全扔了。这30天里，我和奶奶去了大理旅居，大理的慢生活和年轻人的氛围，奶奶非常喜欢，甚至融入年轻人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违和感。她和我一起漫步在大理古城夜晚的街头，随地坐下来就和陌生人一起交谈，偶尔遇见迷茫的小姑娘，奶奶也会语重心长地说让她好好爱自己的话。奶奶的改变是非常明显的，在30天期限到了，回去领离婚证的时候还有些舍不得大理，而我坐在私人飞机内，端着香槟劝诫道：奶奶，离了婚再来，咱们去开个民宿，天天住在那里都行，不然分了那么多钱怎么花？从前的奶奶节俭习惯了，就算是有钱也舍不得花多了，一直体谅着爷爷创业的辛苦，不知不觉间竟不知道爷爷已经赚了那么多钱。在一次见到爷爷的时候，爷爷面上出现了一丝沧桑：清丽，我错了，不离婚行不行？我挑了挑眉，看向爷爷。爷爷这段时间的动静，我是一直都知道的。在爷爷住进了阮春景家后，阮春景才知道爷爷没钱了，找到我爸去要钱，却被我爸赶了出来。我爸对阮春景的态度再也不像之前那么和善，心里只觉得是这个女人才让他白白没了一笔巨款，对阮春景很是厌恶。一开始，我爷爷丝毫不慌张，因为觉得阮春景爱他爱得紧，就算是他没钱了，阮春景也不会嫌弃他。但是搬进阮春景家的第3天就被赶出来了，阮春景也装不下去，指着爷爷的鼻子臭骂：什么傻逼老头，离婚了净身出户这种事情也干得出来，澡也不洗，还得让我伺候你，滚吧你！那么多年了，不给我一个名分，现在没钱了，又来求我，把我当什么了？收破烂的吗？我雇佣的人给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没忍住，直接笑出了声。我给奶奶看的时候，奶奶也只是淡淡一笑，没有发表什么看法。但是从她微微耸动的肩膀，却能知道奶奶憋笑憋得很严重。爷爷去找过爸妈，虽说是让爷爷住下了，但是爷爷现在在公司没了实权，也就对爸妈没有用处。爸妈对他的态度自然也算不上好，再加上爷爷自己做的事，让他的钱也没了，公司股票还有所下滑，所以心里更是不高兴。对爷爷的态度算不上好，只是饿不死，但是别的就没了。爸妈家里虽说有保姆，但是保姆也是个见人下菜的，经常趁着爸妈不再欺负爷爷。爷爷跟爸妈说过，但是爸妈只是用工作忙，没时间管为由，搪塞了爷爷。所以再次见到爷爷的时候，他的眼眶中甚至有了红血丝。见到奶奶的时候，直直的就要扑上来，却被奶奶明晃晃的嫌弃了：离我远点，领了证就赶紧走。看见你晦气，奶奶这1个月的改变也很大，对爷爷说话的时候底气都强了不少。也是，毕竟爷爷现在是个穷光蛋，有的只有年龄，奶奶还图他什么呢？真的图他不洗澡吗？爷爷像是听不懂奶奶的话似的，嘴里仍然在念念有词：清丽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做那样的事情。没有你的日子，我吃不好也睡不着，思妍他们还嫌弃我。清丽，我错了，我挡在奶奶面前，你不是觉得你错了，你只是害怕没钱。我看了爸妈一眼，爸妈眼中闪过了不耐烦，推搡着爷爷，让他快一点。从民政局走出来后，奶奶整个人肉眼可见的又年轻了几分，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的，果然是映衬了那句“人逢喜事精神爽”。
可是爸妈却并没有高兴多久。当我和奶奶在马尔代夫晒太阳的时候，奶奶看着手机，突然说了这么一句：青青啊，你爸妈怎么上新闻了？我挑了挑眉，接过奶奶的手机，属于老年人独有的特大字出现在我眼前，我立马还给了奶奶。手机这个东西，还是用自己的舒服。井号富士集团惊现私生女，井号70老头老当益壮，井号50年的爱情长跑终成3，井号。我刚打开手机，就看见屏幕上的推送新闻。我发誓，这可不是我做的，毕竟我爸倒了，对我也没什么好处，说不定之后还要分我钱的。我点进去一看，手机屏幕中赫然出现了一个约莫20岁的女孩子，手中举着横幅，站在我爸妈公司门口。红色横幅上赫然写着“傅斯言狼心狗肺，薄情寡义”。我一时间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毕竟这1个月，我和奶奶在海边看腹肌，根本就没有心思管国内的事情。在网上浏览了一圈后，我才摸清楚了事情的原貌。我爸有个私生女是真的，他害怕被曝光也是真的，因为那私生女的母亲见不得光，一直都是用钱打发的私生女和他母亲，连带着私生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竟是傅斯言。但好巧不巧，私生女母亲离世后，那女孩子，也就是我妹妹，发现了她母亲的日记本，里面赫然记录着这20年来她母亲对傅斯言的爱意和思恋。就连我妹妹母亲去世的时候，嘴里念着的都是我爸的名字。我心里泛起了一层酸楚，这女人也是傻得可怜，被一个男人生生搓磨了几十年，生了女儿后也不认，就因为是女儿，要是儿子，我想现在说不定都没我的位置了。我一时间也突然知道我妈为什么就算是知道了，也选择帮着我爸隐瞒，因为我妈自己都认为她没有生儿子，心里对我爸有愧疚。网络上的新闻蔓延得非常猛烈，特别是 Red 书上全是铺天盖地的营销新闻，网友一个个骂得义愤填膺。果然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老头什么样，儿子就是什么样，头烂烂一窝呀！不仅情人不认，就连女儿也不认。怎么就因为没有带把？听说他家的老太太寿宴当天当众揭穿老头的真面目，气得他拉起3的手就走啊！天哪，这都是什么一家子？手机震动不断传来，满满的全是我妈的消息。我接起电话后，我妈的辱骂声格外刺耳。傅青青，是不是你撒播的消息？你知道现在公司的股价跌了多少了吗？我将手机听筒拿得远了些，心里莫名觉得有些想笑。这人都找上门了，不反思自己的问题，反而跑来责备我。我没做过。我说完后就挂掉了电话。恶人自有恶人磨，我的物欲不重，就算爸妈的公司破产了，我也不害怕。毕竟奶奶分了很多钱，我有奶奶就够了。我和奶奶相视一笑，彼此都从对方的眼里看见了笑意。后续的事情发展也很简单，就算我爸花再多的钱，舆论已经发酵了，公司的股东纷纷撤资，我爸公司的对家在此时也出了手。最激烈的商战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攻击方式，光是我家的一摊子糟糕事情，就在舆论首页挂了半个月。这半个月的时间，已经足够让一个公司走向破灭。我爸妈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找过奶奶借钱，也找过爷爷出手。爷爷记恨着之前爸妈不管他的仇，看着自己一手经营起来的公司没了，心里虽然心痛，但是也无所谓。老年失去了老伴，儿子还背刺他，爷爷现在早就放飞了自我，不回家的时候就和公园里的流浪汉挤在一起，或者到之前和奶奶住过的房子，
坐在那里缅怀过去。至于阮春景，过得也不好，因为身份被人肉了，家里的窗户经常破，一把年纪了，除了从爷爷那里骗来的钱外，什么都没有。现在连个门都不愿意出，因为一出门就会被人砸烂鸡蛋。听说我爸也找过阮春景，让他借点钱，毕竟也是我爸一直帮爷爷瞒着阮春景的事情。但是听说阮春景甚至连我爸的电话都没接。奶奶接到我爸的电话时，我爸的声音带着疲惫：“妈，你帮帮我。”奶奶躺在沙滩上，嘬了一口饮料：“花完了，没钱。你都49了，早就不需要我这个妈了。”电话那头的我爸哭得像个孩子，也不知道我爸究竟知不知道，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是奶奶陪在他身边，教他说话，叫他长大。等到他长大，翅膀硬了的时候，却觉得奶奶对他没有任何帮助了。都说养儿防老，但不是所有人都有那个防老的福气。在我爸当着众人的面没有选择奶奶的时候，奶奶就知道，他不仅花了50年认清枕边人，还花了49年认清自己的儿子。后来我妈给我打过一个电话，说她现在过得很辛苦。我割舍不掉母亲生我的血脉亲情，但我也忍受不了她对奶奶事情的态度。当事情落到了她身上的时候，我想不通，为什么她能像是个没事人一样，甚至还帮着我爸隐瞒？难道没了钱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吗？我定时每个月给我妈汇去了生活费，但至于这生活费她怎么用，给谁用，这就是她自己的事情了。奶奶后来拉着我的手，轻轻人，我算是想明白了，以前总是希望你能找个好归宿，但是人这一辈子最好的归宿其实是自己。